中国经济疲软，消费降级尤为严重。再有几天就是除夕了，餐饮业的寒冬却仍在持续。曾经繁华的街道，如今却遍布了倒闭、转让的告示，而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。现在生意真的很差哦。这边这条街的话，大部分店都关了，虽然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回家过年了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好多店面都完全是空着的。像这家店的话，已经是没有东西了，好像里面空掉了。这家店里面的东西应该也是搬空了，应该也倒闭了。这店的话是10月28号开业，现在也已经人去楼空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这个店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没有开业过，开店即倒闭，喜臭。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品牌的？但西昌已经待了10多年，没得哪一年像今年子这么难。我们的春节只有1个星期，但是整个街上你看不到啥子人。包括这些餐饮，以前这条街都是很热闹的。像去年子的这段时间，提前半个月都是公司与公司之间，你请我3桌，我请你5桌。但是今年子明显感觉不到，就是公司的这种谈季越来越少，这个大环境真的太差了。餐饮的这个倒闭潮啊，可能是真的要来了呀，家人们。你能想象吗？我们一个周六周天，而且还是临近春节寒假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。我们一天只能卖几百块钱，而且我们这个位置还不差，还是在万达广场的这个核心商圈里面。我们这个万达在重庆那么多万达广场当中，它的人气怎么也能排到前3吧。就这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，一个环境，一天就卖几百块钱。00后开牛杂店终于倒闭了，历经1个月，终于熬不下去了，最终选择先倒闭大半个月。没错。我要回家过大年了，开店卷不过你们先回家了。这栋尘封已久的车子，自从开了店，我就成为1年2箱油车主。你们信不信？今天已经腊月22了，这是消费降级，这根本就是没人消费呀！就这状况，我估计过完年呢，倒闭的店子更多，关门的更多。这吃饭的人都去哪儿了呢？这2天我已经刷到了好多的餐饮人在开始抱怨了。说孩子也放假了，这不到10点就开始过年了。上午看不到人，这晚上还看不到人。往年像这个阶段做中餐的包间，就不可能会让你订得到，还生怕人员不够，到处招兼职。当下的话呢，一群服务员围绕着1、2桌去做服务。我不是在传递负能量啊，但这的确是事实。当下有太多的人没有挣到钱，荷包的预算不足，没有了消费能力。中国餐饮门店已经严重供给过剩，行业内卷加剧，被淘汰现象越来越普遍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中国近300万家餐饮门店关门，数量创历史新高。如果你2025年正准备餐饮创业，一定要花上2、3分钟把它听完。首当其冲的就是火锅店，仅这一个品类，狗哥2024年就收了几百家，这也是在北京创业的餐饮老板平均亏损最多的餐饮品类。最高峰的时候，仅1个月，狗哥就收了42家倒闭的火锅店。而且从倒闭的品牌来看，不光是小品牌倒闭，连锁品牌更多，占到了狗哥回收占比的60%。也就是说，平均每10家火锅店倒闭，其中有6家就是连锁品牌。刚才带兄弟们到市场转了一圈啊，大家伙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市场的人气啊，那跟原来是完全没法比。原来这个地方那都是人满为患的，这个时间点我这个地方连走人都费劲，这条路上现在哪有人呢？市场里边那么多顾客，一个摊位上都平均不到1个顾客，那这个生意怎么干？我现在在咱们龙水源印象城商场，哇，好，你看，真的，我真的不敢相信当下餐饮，你看没有人，这么大一个商场商圈里面，餐饮1个人没有。走，咱再往那边看一看，这边连奶茶啊都没有人，往常商场里的奶茶都是排队的。来，这边附近的牛肉串串，咱看看有没有人，因为这玻璃挡着看不清，走到正面就能看有没有人了。来，真的不敢相信这是龙水源的商场。算了，我卷不动了，我放弃吧。兄弟们，你们今年的餐饮都做得怎么样？我去年24年1分钱都没有挣到，还亏了几个。当时不顾家里面人的反对，一意孤行，一再的去坚持，想着再坚持一下就行了。最后还是选择放弃。餐饮这个赛道太难的做了，太卷了，门槛又低。你们今年的生意都怎么样？明年有什么打算？选择继续坚持，还是选择躺平？
3个月亏掉200万，普通人餐饮创业实在是太难了，水真的太深了。让我再选一次，我肯定不干了。02年真的是太难了，但是我不服输，我还要再试一次。眼下过年这一天是餐饮业的坎儿啊，是一个挺大的坎儿。不知道你能不能挺过这个坎儿？如果能挺这个坎儿，到3月份、4月份之后，如果能挺5一，还能没问题。如果说你在3、4月份5一到来之前就黄了的话，那你就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哎呀，这一个坎儿对餐饮来说挺大了，特别是今年这个坎儿啊，今年这餐饮业，倒闭潮很严重。网上很多舆论都认为，2025年上半年餐饮行业可能还会迎来新一波的更猛烈的闭店潮。其实呢，收缩和闭店早就成为2024年中国各个行业的热词了。倒闭了，全倒闭了，看看，我的妈，这全倒了！你看这整个商场的话，一个楼层就2、3家商户在营业，其他全部倒闭了。楼层基本上是没有人的，这真太吓人了。回宴楼，包括这边的这个火锅，这个点的话就是全部倒了，全部闭店了。对山海海鲜火锅、香菱家谱也倒闭了。这门面都挺大的，门脸这么大，投资下来贵要100多万。但这边基本上是商户全部倒闭了都。这个商场呢，就是维优的奥特 S， 之前开业的还非常火的，但是现在这个商场的话，基本上倒闭率占到60%。到腊月15了，10年之前全都是人，挤都挤不动。现在开着车随便逛，整个市场没有人。哎呀，人家的烟火气到底去哪里了？商场倒闭已经成一个必然的趋势了。现在的商场，夏天成了一个避暑的地方，过来逛一逛就走了；冬天成了大家吹空调的地儿。进来消费的很少，转了一圈，基本上都逛完一圈以后，又去到外面的地摊上去吃几块钱的零食和小吃。马上就过年了，这生意反而是越来越差。难道咱们实体店真的是大势已去吗？往年的这个时候，公司开年会的开年会，市场上买肉的，商场上买衣服的，烟酒店买礼品的，应该说是最忙的时候吧。但是今年就连贩子今年都没什么动静，尤其是咱们烟酒店、便利店的老板，开门红这会儿多也都只剩下最后1轮或者2轮了，压了一屋子的货。就今年这个生意啊，真的是太离谱了，忽然一下子就没有人出来消费了。4、5月份以来，那生意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。你说有多少老板熬过了疫情3年，却没有熬过这个冬天的？你看看，马上春节了，外面都是冷冷清清的，买年货的人呀，都少得很可怜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年这个冬天，这个生意应该是最惨淡的一个春节了。上半年1毛都没挣，下半年1毛也没剩。人家吃肉，咱吃馍，咱今年啥也没落着。去年本来打算挣10万啊，现在还差15万。这马上过年怎么办？等到明年咱再看。这混的口袋都焦干，我家门我都不敢沾。经济低迷使人们不敢花钱，甚至没钱可花，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。摩根大通与花旗银行等一些大型华尔街银行预测，中国通缩状况将持续到2025年。这种情况自1960年代中共搞大跃进运动以来还没有见过。义乌要变成空城了，看市场这边都空空荡荡，没几辆车了已经。14亿人口大国，街上没人，店里没客，人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们的实体店到底该怎么办？超市没有啥人呢，这超市全是水果，没看着人啊！难道现在的人都知道这个食品不安全了，都不出来买了吗？真是奇怪了。哦，你看现在超市都没人敢买，这些都没人买呀！哇，都没人了，整个超市完蛋了，没法做了。这果冻谁买啊？这些超市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怎么搞？消费降级有多严重？这是我们南昌的华润万家，当年是人山人海的，现在马上都过年了，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人气，往年这里都是停满了车的，现在哪有几辆车，停了多少个人，全空出来了。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钟，看一下这个人气，这哪里是消费降级啊？这简直是没有消费啊！今年大家赚到钱没有啊？说一下。今年不仅春运高峰没了，年货市场全是一片惨淡。城市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，商场果蔬批发市场也都是冷冷清清的，
一点过年气氛都没有了。年这是怎么了？没几天就过年了，这段时间本来应该是各行各业最旺的时候，竟然给干成了史上最惨的一个月。今天出去逛街，店里没人，街上也没人，真不敢想象那店里面有人压了几十万的货呢，每天就开个张，有多崩溃呀！现在如果你在开店，如果你想好好守店，会守到你怀疑人生。你想摆烂不干了，还有一屋子的货呢，你没有资格摆烂。难了，就今年这个行情到底有多难？我给你看个东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们门上啊，本店第100个顾客可以享受0元购啊，当天有效。但是这个纸我已经贴了有2月了啊，一个顾客满值的都没有。就这张纸，你们哪个店敢贴？评论区给我聊一聊。10亿人口大国，街上没人，你看看，到处关门。对不对？到处关门，人都去了哪里？马上过年了，大街上还是没有人，奇怪不奇怪？我怀疑那14亿人口啊，是不是真的？兄弟们，今年小年24啊，是南山比较大的西湖万年广场那个，明天早上不是2个人，西湖没有人。小年24为什么是如此的景象？2024年至今，中国社会各个行业都在降薪、裁员、投资缩减，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了，只能压低消费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，形势严峻。大楼倒掉了，有多少个岗位的工人下岗？有多少个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？商场开的，随便找一个工作，弄个保洁一个月也弄个3000、2000的。今年是不是要挂呀？前段时间店里没人，街上也没人，一天要么卖几双，要么就开个张，守店守得你崩溃。今天、昨天好了一点了，街上开始人挤人，店里有时候也人挤人，但没有成交率，这样就会让你怀疑啊，你会怀疑我是不是销售能力有问题，我是不是货有问题。今年真的不用来深圳了，一点年味儿没有。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怎么回事？今年的深圳，你看现在离过年还有1个多星期吧，对吧？以往这个时候，深圳的大街小巷全部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但是今年呢，真的没有看到1个红灯笼啊，怎么回事？然后以往这个时候，在超市啊、商场啊里面挤满了人，都在购办年货。但是今年呢，里面空空荡荡，没有几个人在里面买东西。没有经历过贫穷的人是很难成熟的，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一辈子都很天真，因为他没吃过苦，不知道这个环境有多难。他从小衣食无忧，什么也不知道。经历过苦难的人才会变得更智慧，所以你要感谢自己吃的苦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